大家好，这里是洞见卓越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感谢您能够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大口喝完水后，脑袋突然变得昏昏沉沉，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，反应也变得迟缓起来。当时的你，是不是只当是自己累了，或者水喝太急了，压根没往心里去？可别小瞧了这些喝水后的细微不适，它们很可能是脑部健康发出的求救信号，尤其是和脑部血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今天咱就好好唠唠这喝水和脑部血栓之间那些不为人知的事儿。我们都知道，血栓一旦形成，那危害可不小，严重的甚至会引发中风，危及生命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在血栓悄悄形成的初期，身体其实早就通过一些小细节给我们提了个醒，而喝水后的某些反应就是其中一个关键线索。有很多的脑血栓患者，他们在没有明显中风症状的时候，血栓形成初期的那些信号就已经出现了，只是常常被大家忽略。水，血液健康的隐形卫士。说起水，大家都觉得它普普通通，不就是用来解渴的吗？可实际上，水在我们身体里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，尤其是和血液健康紧密相连。人体就像一个精密的小宇宙，其中60%到70%都是水。这水啊，就像身体里的交通警察，掌控着血液的流动，调节着血压，还参与细胞的各种代谢活动。正常情况下，身体里水分充足，血液就能像欢快的小溪一样，在血管里顺畅地流淌。因为水就像给血液瘦身，让它不那么粘稠，这样一来，血栓形成的概率自然就降低了。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在写字楼工作的年轻小伙，他是个典型的工作狂，每天坐在电脑前一忙就是好几个小时，忙起来连口水都顾不上喝，渴了就随手拿起咖啡或者碳酸饮料灌上几口。虽说他平时身体看着没啥大毛病，也没有高血压，但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压力，再加上不健康的饮食习惯，导致他的血糖和血脂指标都不太理想。有一回，他因为头晕来医院检查，医生详细询问了他的生活习惯后，心里就有了底。他长期喝水不足，身体里的水分就像干涸的小河，越来越少，血液没了充足水分的稀释，变得浓稠起来，红细胞和血小板就像被胶水粘住一样，慢慢聚集在一起。这就好比原本宽敞的河道里堆满了杂物，水流速度越来越慢，血栓也就更容易形成了。后来给他做了进一步检查，果然发现他的血液粘稠度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因缺水导致血液问题的例子，也提醒着我们，千万别小看了喝水这件小事。喝水后头昏脑重，绝非偶然。当你喝水后，突然感觉脑袋昏昏沉沉，眼前还有点发花，可别简单的以为这是身体在闹缺水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解，觉得这只是身体暂时的疲劳或者缺水带来的小不适，休息一下或者多喝点水就好了。但其实啊，长期对这种症状视而不见，很可能会让血栓的风险越来越高，甚至影响到大脑的正常运转。有一位50多岁的阿姨，她那段时间总觉得自己状态不太对，每天早上起来喝了水之后，就感觉脑袋像被裹了一层纱布，又沉又闷，上班的时候注意力也很难集中，工作效率大打折扣。阿姨一开始还以为是最近工作太忙，累着了，或者是晚上没睡好，就没太在意。可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不但没减轻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阿姨这才慌了神，赶紧来医院，医生给她做了一系列详细的检查，结果让人大吃一惊。阿姨的脑血管里已经有了轻微的血栓，血管就像被堵住了一部分的水管，血液流动变得缓慢，大脑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，自然就会出现各种不适症状。阿姨这才意识到，原来喝水后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头昏脑重，竟然是身体发出的严重警报。所以说，以后在遇到喝水后脑袋不舒服的情况，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检查，说不定这就是大脑血液流动受阻的信号呢。解锁科学饮水密码，预防血栓。既然喝水和脑部健康关系这么大，那怎样喝水才能有效预防血栓呢？这里面可大有学问。首先得明白，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，
对水分的需求也各不相同。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，我们每个人所需的水分量也会受到体重、所处环境温度以及日常活动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。一般来讲，成年人每天大约需要摄入2到3升的水，但这可不是绝对的标准，得因人而异。比如说，一个体重较重、平时运动量又大的人，可能就需要更多的水分来补充身体消耗。而如果是在炎热的夏天，环境温度高，身体出汗多，水分流失快，那自然也得多喝点水。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很多人图方便，或者觉得饮料、果汁味道好，就用它们来代替白开水。可这些饮品里往往添加了大量的糖分和各种添加剂，喝多了不仅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，还会让血糖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，对健康没什么好处。真正对身体好的，还得是白开水或者天然的矿泉水、温水，它们就像身体的清洁工，既能补充水分，又不会给身体带来额外负担。像那些含糖饮料和高咖啡因饮品，还是少碰为妙，不然它们可能会让身体越来越缺水，加重脱水状态。一位50岁左右的大叔，他特别爱喝咖啡，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冲一杯浓浓的咖啡，工作的时候也离不开咖啡，一天下来能喝好几杯。时间长了，他就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，血压也不太稳定，血糖更是像脱缰的野马，忽上忽下。医生了解了他的情况后，建议他减少咖啡的摄入，每天多喝白开水，再搭配一些低糖饮品，慢慢调整身体的水分平衡。大叔听了医生的建议，坚持了几个月。后来他来复诊的时候，整个人精神多了。他高兴地跟医生说，以前那种头昏脑胀的感觉消失了，而且血压和血糖也控制得好多了。这就是科学饮水带来的好处。走出饮水误区，呵护血管健康。很多人都觉得只要多喝水就能预防血栓，身体就健康了，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。喝水也得讲究方法，错误的饮水方式不但起不到预防血栓的作用，还可能给身体带来麻烦。比如说，有些人一觉得渴了，就拿起水杯，咕咚咕咚猛灌，短时间内大量喝水。这样做看似一下子补充了水分，可实际上身体根本来不及吸收，反而会让肾脏这个勤劳的小卫士忙得晕头转向，负担加重，还可能导致体内电解质失衡。还有些人不管春夏秋冬都只喝冷水，觉得这样才够爽。但从健康角度来说，冷水进入身体后会让血管突然收缩，影响血液流动，尤其是对于一些本身血管就不太好的人，这种刺激可能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。那正确的饮水方式是怎样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要分次补充水分，千万别一次性喝太多。我们可以把一天需要的水分均匀地分配到各个时间段，时不时喝上几口，让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吸收水分。特别是早晨起床后，这可是喝水的黄金时间。经过一夜的睡眠，身体里的水分流失了不少，这时候喝上一杯温水，就像给身体这个小机器注入了润滑剂，能帮助身体快速启动新陈代谢，让血液流动更加顺畅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。我们下个视频见了。